大家好，我是周文强老师，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财商训练营第13课投资学。上一讲我们给大家布置的作业，让大家写出自己的案例。我看完以后真的很震撼，竟然有很多人写了自己很多失败的案例啊！但是呢，周老师再给你们提点建议，我希望你们在写案例后面加一个分析，加一个你此时此刻你给自己的案例做一个总结，为什么你当时会投这个项目？为什么这个项目会亏？就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列出来10大好项目的标准，10大坏项目的标准。我们这一节的作业就是不写案例了啊！如果你案例没有写够，你可以继续写。但是这一次我要让你们做出标准，好项目的10大标准，坏项目的10大标准，符合这10个标准都是好项目就投，符合都是坏项目的就不投，就这么简单。我给大家举个案例啊，我也看到了咱们这一次一个学生的案例，而且这个案例我自己亲身也是经历者。咱们这个学员其实这一次也在我们的训练营现场啊，也是周老师财商导师班学员，就是那个身价上亿。那个做美容院啊，离婚，他的孩子网瘾少年，他曾经投过一个什么项目呢？投过一个外汇项目。有人跟他讲说外汇啊非常赚钱，我测外汇测得特准，然后就告诉他明天外汇会涨多少个点，你自己看。结果一看，哎，是真的。明天会跌，你看一下，哎，也是真的。而且告诉他说，只要你把钱给我，不管是涨不管跌，我都能赚钱。我可以做多，对不对？也可以做空，对不对？我都可以赚钱呀。而且我想告诉你，我保证你最少20%到30%的收益啊！而且你知道吗？我们是主板上市公司，而且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有一个法院的院长现在也在这儿做啊，有一个市的这个原来的这个市委书记现在也在做，而且有一个某某大明星他们都在做啊。想象一下，如果说你测试他们给你的数据说涨涨说跌跌，而且有这么多人愿意做，你会不会投钱做呢？我们这个学生投了50万美金，他在投之前曾经问过我，我说绝对不能做。结果因为我回得太快了，他说周老师你肯定没有认真看，怕背责任，所以就回了我一个绝对不能做。结果就做了，不到半年崩盘了。来找我了，说师傅，我真的对不起你。我说怎么了？当时我问了你一个外汇项目，你还记得吗？我说我记得。你不让我投，我认为你是敷衍我，所以我就投了。今天亏了啊！当时我为啥要投呢？因为它是上市公司啊，因为有很多的老板明星都投了呀，而且保证我赚钱。我说你这样吧，你把这家上市公司的名字告诉我，他就告诉我了。我马上拿出手机一查，哎，还真的是在香港上市的一家公司。不着急，我打开财报。就用咱的财务知识看它的收入支出表、资产负债表、现金流量表。我一看，在座各位，去年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不到500万，去年这家公司的利润表是亏损1700万。我说这家公司做的还没有你公司赚得多，你投它干啥？我再一看营业范围，这家公司是一家新加坡的公司，是做人力资源外包的，压根就没有资格炒外汇。这不对呀，对不对？我再一问他，我说这样吧，你把你的合同，你把你跟他签的合同发给我。老师没有合同啊，我就是充到 APP 上了。我说你把钱转给谁了？他说我说你转给他的公户也可以啊，你把转账的公户的记录打给我。老师，我转的是私户，我转给的是一个人啊，这个人我也不认识，然后那个转给他了啊，然后现在钱没了。在座各位。外汇在中国是没有一个我们国家承认的合法平台的。今天在中国很多人炒外汇，他是炒的是国外的盘，甚至曾经咱倒外汇，中国有外汇罪，你知道吧？那为什么他们说涨就能涨，他们说跌就能跌呢？师傅，因为他们复制了一个外汇盘，是个假的，他复制了一个假盘，他随便调控涨，随便调控跌。这就是他上当的最核心的原因，叫做被权威打败了，你知道吗？被权威打败了。所有人给我写上一句话：在投资里没有权威。我们这个学生的这个认知边界啊极低。什么叫认知边界啊？他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外汇，他啥也不懂。外汇这件事本身已经超出他的认知范畴了。
我们给大家说过，超出认知以外的钱，就算你凭运气赚，也会凭实力亏。这叫认知边界。我们只做我们认知边界以内的投资。就像周老师做中介出身，我投资房地产，没有人能骗得了我，因为没有人比我更懂。就像杨老师做金融，他最懂金融，没有人能骗得了他，他在这个领域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到金融领域就不一定了，杨老师到房产领域就不一定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两个人一起投，那就非常好。但是如果我们两个人投资矿、投资金矿，那就不一定了，因为这超出了我们的认知边界。所以永远在自己认知边界以内干事儿，而且还有要不断的扩大自己的认知边界。我举个例子啊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周老师敢说这句话？在我的投资世界里面没有权威吗？因为巴菲特都会亏钱，因为马斯克都会亏钱，对不对？那马斯克当年推狗狗币，那狗狗币不也跌得一塌糊涂吗？再说句不好听点的，周老师曾经在北大学习的时候认识了一个这个商界杂志的老总，他以为我是北大学生，然后就给我发了一张商界杂志。我在那个杂志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这个文章叫庞氏骗局。在美国纳斯达克的主席，在座各位，纳斯达克的主席管上市公司的，搞了个骗局，承诺你每年8%保底回报。骗了谁呢？骗了很多投行，很多顶级的投行，很多顶级的投资人，甚至很多政府、很多明星都被他骗了，基金经理都被他骗了然后20年到最后发现他就是左卡倒右卡，这叫什么？这叫庞氏骗局我们在讲法律的里面，我们会专门给大家讲什么是庞氏骗局，什么是传销什么是资金盘什么是空气币。你听到这儿以后，你再也不会被骗了然后呢，还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中国的。一个中国的一个没有学历的人去美国镀了一场金，然后说有一个什么好项目，骗了4个省的这个领导又给他批地，又给他做财政补贴，到最后才发现他是骗子。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，我看完这2篇文章以后，我的思维认知里面有这么一条，就是哪怕他是省长，他也可能被骗；哪怕他是一个身价几千万的基金银行的经理，他也可能被骗；哪怕他是华尔街的著名投行，他都可能被骗。记住一句话，人都有打盹儿的时候。所以在我世界里没有权威，我绝对不会因为某某某投了这个项目我就投，我一定会有我自己的独立判断。写上，在投资的世界里，最重要的就是有自我判断的能力。在投资世界里，最重要的就是要有自我判断的能力。自我判断背后，是因为你能够独立思考。自我判断背后（括弧4个字）独立思考。当你拥有自我判断的能力，当你拥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，在我认知以内的，我懂，我经过调研，你各方面数据都真实，我就投。而且我做输家战略，亏了我能不能承受？如果能，我就投；如果不能，我就不投。如果超出我认知范围了，而且不合规、不合法，而且我亏了，我就倾家荡产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打死都不投。记住，穷人创业的时候可以说哈，本身你就没钱，对不对？本身你就穷的只剩下26万8了，你还害怕学习吗？你就算全亏完了，你不还是一个穷人吗？但是你越是富人，越要小心翼翼。穷人就要敢于说哈。改革开放最早富起来都是胆子最大的，不是最有学历的。反正你都一无所有，不如搏一搏，对不对？人生走到谷底了，往哪儿走都是向上，最害怕的就是你在原地踏步不敢走。但是当你已经拥有100万、1000万、1万的时候，越要谨慎，因为一招走错，满盘皆输啊！在深圳，我在东门做房地产多年，东门的商铺我最了解了。在东门有一个非常顶级的投资大咖，一个老头，今年70多岁。他是在东门白手起家，从0做到身价20个亿，那是我们整个中介人心中的神，收租金一年都收上千万。结果就在5年前，他做了一笔投资，他把深圳的那个最门口的一栋烂尾楼给收购了。他认为他的钱一定够，他认为他一定能够搞定，然后就把里面的租客全部清场，然后给别人赔付
只要给我3个月，我装修以后我做个定位，这个地方会更火，你们继续租给你们。结果他的资金链断了，因为资金链断，里面的商铺300多家同时把他给诉了，做财产保全，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。如果说他不去做这笔投资，他已经有20亿身家了，收租金1年也够了，但是就要把这个地方买下来。这笔投资多少钱呢？这笔投资将近10个亿，而这10个亿，有人说老师，他身价都20多亿、30多亿，对不对？他投资才10个亿，怎么就破产了呢？你要明白，身价不等于现金流，再狠一点，资产不等于现金流。你今天拥有一个资产，你的公司这个市值已经过100亿了，但是你每一年的现金流流进你口袋的可能只有2到3亿，那你的现金流就只有2到3亿啊，对不对？你去做10亿、20亿的生意，你现金流跟不上，你不就破产了吗？对不对？所以在座的各位，身价不等于现金流，资产不等于现金流，到最后就因为2、3亿的缺口，让这个老板直接破产了，到最后因为各种债权债务的问题成为阶下囚。所以在座的各位这就是《富爸爸穷爸爸》第一课，成为富人的第一个陷阱：恐惧与贪婪。穷人就因为恐惧，对吧？所以一直不敢投资，一直不敢创业，所以打工了一辈子。我以后娶到老婆以后我就创业我以后有了孩子我就创业，我孩子长大了以后就创业，恐惧了一辈子，所以他是穷人。还有一些人虽然赚到钱了，对吧？但是贪婪，太贪了，所以到最后到了20亿的时候，还是因为一个贪字，到最后又一贫如洗所以在座的各位，真的，如果你不能避开成为穷人的陷阱，你这辈子不管再多的钱都是穷人，到最后你还是会回归于0。我们未来会专门有一课专门来讲恐惧与贪婪从小事做起。从当年的周老师出差，1个月只有几百块钱薪水，我在住的那个10元店，结果那10元店里面共用澡堂里面，对吧？有一个皮夹，有一个钱包里有500块，我一个人在洗澡，我指着那个钱包说：“小样，又想骗我，不是我的我就不拿。”从那一刻就已经证明周老师已经在上面过关了。我不贪，是我的就是我的，不是我的永远不要我不相信天上会掉馅饼。就算会，我也躲着这个馅饼。为啥？万一砸死我怎么办呀？对不对？那么高掉下来所以在座的各位，什么是这个输家战略？对不对？所以你们通过我这个故事叫提纯出来什么呢？提纯出来标准。比如说坏项目的10大标准：1，保证你100%赚钱，就这一条，只要有人跟你说保证。现在连银行买个理财都不敢给你保证了，银保监出了最新政策，银行给你保证都是犯法的，就这一条就说明是坏项目。